前，这个“呼”这个字不知道古人用的实在是太好是杨过长大的那一瞬间小龙女意识到他的过儿已经长大。那么，所以在这些故事当中，我们看到金庸先生他自己的成长那么到了这个《雪山飞狐》《飞狐外传》的时候金庸先生有意在尝试一些新的写法，小说的写法。《雪山飞狐》他尝试用一种电影的拍摄方法来写小说这个《雪山飞狐》大家如果读这个戏剧理论的话，就会发现它是一个符合古典戏剧3:1律的这样一个故事。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同样的主要人物。那么《雪山飞狐》最后的结尾有没有同学知道？有没有同学看过《雪山飞狐》？有没有同学看过《雪山飞狐》啊？《雪山飞狐》最后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尾，是一个短片。最后在这个恩仇之际那个男主角面对他的仇人，但同时他又知道他的仇人是一个非常具有侠义心肠的大好人。这一刀到底是应该砍下去还是不砍下去？他就愣在那里愣在那里。那么这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局。那《飞狐外传》呢？这部作品很像什么？如果大家抛去金庸先生的名字，大家会发现他的文笔很像一个民国时代的作家郁达夫很像那种新文艺的那样一种文风。这金庸先生有意在尝试，他不要再写历史不要再写历史当中的故事，他要写什么？他要写人在道德的这样一种两难的境地，你应该怎么做所以胡斐的人物刻画很简单但是自有它的魅力。《飞狐外传》当中刻画的女主角可能是金庸小说当中最为动人的女主角之一了通常呢，我们大家觉得武侠小说当中的女性都应该怎么样貌美如花或者说不食人间烟火。但是在《飞狐外传》当中的这位女主角是一个怎么样貌不惊人、脍炙人心的一个形象。《飞狐外传》里面的女主角，相信很多同学看之后也会很感动叫陈灵素。有位同学读过《飞狐外传》？我相信大家看到最后陈灵素的结局的时候无论男同学女同学都会一洒热泪是大家写的最精彩的爱情的段落是金庸先生写的最精彩的爱情的段落。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看这个《飞狐外传》改编的影视作品电视剧值得推荐的是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很好听当时电视剧没有在绿幕里面靠这种特效都是实景拍摄当时我记得《飞狐外传》电视剧是在长白山拍的，特意跑到东北去讲的是大雪飘飘从雪山上飞下来4个字《飞狐外传》所以这个主题曲缓缓响起，雪中情片头曲是雪中情，片尾曲是什么？追梦人罗大佑写非常的好听。大家即便现在不看那些古早的电视剧这2首歌大家还是可以听听所以这个金庸先生这个时候他在尝试不要再刻画那些历史上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腥风血雨的历史故事这个明清鼎革这个书剑江山不要这个成吉思汗我们写一写普通人他们也可以成为侠士那么到了这个《倚天屠龙记》这部作品的时候，金庸先生更开始怎么样大胆的去做一个突破。男主角能不能不要再那么伟光正，像郭靖那样有非常强烈、非常严格的道德上的这样一种枷锁这个陈家洛那么潇洒，那么风流，这个袁承志大名鼎鼎的怎么样袁承志是谁的儿子？别叫我说，不然大家猜一下。
啊？不让大家猜一下吗？大家猜一猜，袁承志是谁的儿子？袁崇焕真实的历史人物这个明清鼎革的时候的那位规矩的将领那么能不能写一个个性不要那么强，就像我们普通的这位男同学一样这位女同学一样，写这样普通的人，他们可不可以成为武侠小说的主角？我们大家发现，这就是新武侠跟旧武侠的这样一个区别。那么我们看到在《倚天屠龙记》当中那位让很多同学都觉得有点讨厌的男主角，优柔寡断，有点软弱但又怎么样但又串联全篇。这位男主角叫什么名字叫张无忌。名字写得很威武无所顾忌无所忌惮，目空一切但在现实生活当中，张无忌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一个非常软弱，有点优柔寡断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同情心泛滥有的时候又怎么样？有的时候又受人蒙骗，显现酿成大错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到《倚天屠龙记》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时候金庸先生的他的笔力开始成熟其中这《倚天屠龙记》当中，张无忌当了这个明教教主实际上他吸收的是中国当时历史学界对于这种明教宗教的一个最新的研究。明教它的缘起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什么？拜火教，波斯拜火教索罗亚斯德教分为崇拜光明、崇拜黑暗的两支。那么大家看到明教被围攻的时候，那些教众们围坐成一团吟诵起这个教训粉我残躯，熊熊圣火，因善去恶，皆光明故怜我世人忧患时多这都是金庸先生在怎么样在不仅仅要去写一个打打杀杀的爱恨情仇故事他去借鉴历史的更大框架去树立他的故事。所以在《倚天屠龙记》当中也是同学们经常向我反映看不进金庸先生小说的一个最大的原因。他觉得这个故事的这个引入前奏太漫长了我们大家现在看短剧，怎么样这个1分钟我们可以爽一次，爽好几次这个霸总逆袭这个每集这个短剧2-3分钟有好几个高潮。但是张无忌的故事呢，从一开始他的这个山高水长武当山下的这样一种阴谋故事，到后来张无忌的父母在海外历险最后再到张无忌回到这个武当遭遇家庭的惨剧，那么再到张无忌遭人陷害坠落山崖，这前前后后耗了快2本书，张无忌最后才怎么样学成9阳神功。这个前奏，这个高潮来的也太晚了，我们怎么样爽起来呢？怎么样刺激我们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理解这个同学们现在不爱读武侠小说，甚至不爱读小说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刺激来的太慢我没那么多时间沉浸在其中。那么金庸先生却这么写了，真正的男主角张无忌要到怎么样要到第2卷才真正出场开始成熟，之前他都是小孩子那么这个时候他想刻画的不再是一个人一个英雄的故事，他要刻画的是怎么样当时这个宋元之交整个武林的一种鼎革你看到这个在《射雕英雄传》当中的那些人物神雕侠侣当中的人物郭襄张三丰这些人重新在《倚天屠龙记》当中出场，他们已经100岁了。那个时候你感受到整个历史的这个青山不改绿水长流那么接下来一些作品呢，我们看到《连城诀》《天龙八部》这样的作品
从大家现在给同学们推荐的，就同学们看到连城诀可能会觉得，这是金庸先生非常独特、特别的一部作品，因为里面再也没有去刻画这种兄弟的情谊武林之间的这样一种义气，它刻画的是人性的一种黑暗、丑陋非常让大家不寒而栗的一面其中借鉴了很多怎么样借鉴了很多国外国内的这样一个经典作品的桥段，营造出的那种阴冷的、让人绝望的氛围确确实实这个让人印象深刻。比如说这个《连城诀》当中刻画一个情节，讲一个人一个坏人把他的仇敌杀了之后，他把这个仇敌怎么样他藏这个仇敌的尸体，把这个尸体藏在什么墙里面，重新盖一栋房子，把这个敌人的尸体呢砌在这个墙里面。有没有同学知道这个情节是借鉴了哪位外国小说家的作品？有没有同学知道？有同学知道？爱伦坡哪部作品？黑猫。那么看同学们这个阅读面还是很广泛的，记性也好。那么所以我们大家看到这个《连城诀》这样的作品金庸先生说他是受到他童年时候的一个故事的启发有一个乡下的仆人就是被各种的坏人去祸害最后孤苦无依的，一辈子都没有正义的伸张，过完了自己的一生那么我们大家想一想金庸先生这个时候他的一种尝试他开始从那种积极的、正面的那样一种对于人性的一种乐观相信，他开始反过头来去想在那样一种正向的道德政治上的追求之外那么这些道德上的这种品质积极进取的这样一种能力，是否能够真正的给人们带来一种心灵的平和一种真正的幸福呢？所以我们大家看到金庸先生最脍炙人口的一部作品应运而生叫《天龙八部》顾名思义天龙八部出自于什么？佛教当中的典故最早连载的时候它还有对应天龙八部其中的这种8个形象对应的这个作品当中的8个人，但写着写着金庸先生就怎么样了？写嗨了太注意这种对应关系了这个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反而更显得怎么样更显得扑朔迷离整个就像整个天龙八部它里边这个主题陈世香先生曾经有一句概括叫做有情皆电无人不冤这本小说实际上是大家如果就挑一本书去看一看金庸先生的小说，那么我觉得这个《天龙八部》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那么说实话，我挺羡慕大家的，有一双还没看过金庸小说的眼睛以后还有很多书可以看那么金庸先生在《天龙八部》当中他刻画的像这个乔峰这样的形象，一方面他就像什么？他就像一个从古希腊的悲剧当中走出来的那种神话英雄一样去跟命运做搏斗，上穷碧落下黄泉去追杀那个这个自己身世的秘密，去追杀那个一直害自己的凶手最后发现那个人是谁他父亲。那么这个故事的这个基本的骨架有点像什么？这位同学，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古希腊的悲剧《俄狄浦斯王》真正的再伟大的英雄，荡气回肠的英雄人物，他斗不过什么？斗不过冥冥之中的这种命运的摆布
所以我现在想起来，金庸先生的那些改编成影视作品的，改编成这个影视作品的那些电视剧啊、电影那么其中有一首主题曲是非常符合这个作品的主旨的就是《天龙八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叫《难念的经》那么可以说是对于整个书的情节有一个极其完整的刻画当然对于我们想要去在卡拉 OK 里面继续唱这首歌的人来说，这确确实实也是一首难念的经。我没有见过现实当中有人唱的能把这首歌唱好，除了周华健做这首歌的原唱。那么同时呢，像这个《天龙八部》当中第二位主角金庸先生到这里已经很有自信在这部作品当中，他有3个主角依次登场，还没有同时登场所以这样一来会造成情节的一种分散人物比例刻画的这样一种不聚焦。那么不是对于自己写作的才能、人物刻画有极大自信是绝对不敢做这样一个尝试。那么，所以我们大家看到这个金庸先生的这个《天龙八部》，除了乔峰之外，还刻画了可能女同学们可能挺喜欢的一个角色叫什么？段誉段誉是一个有点像《红楼梦》里面贾宝玉的那样一个形象他没有什么道德上的那种极强的这样一种义务感但他所有的那种一言一行都是出自于什么？累世贵胄耳濡目染积淀下来的那种贵族化的修养，他天生的那样一种对女性、对于他者的那种尊重并不是出自于道德上的教化，而是怎么样自然而然的一种贵族化的一种修养这使得这个人极其的可爱那么第3个人物可以说是金庸先生这部书的主旨的一个体现，是一个什么都很懵懂的一个小和尚，他什么东西都不想要，只想老老实实的在少林寺里面扫地这个当一个怎么样当一个清洁工但没想到这样一个什么都不想要的人，他最后却获得了一切一个什么都想追求，也具有这样一种才智、力量的像乔峰这样的英雄，最后却失去了一切。金庸先生想要说明的是一个超越传统的儒家道德的主题。这个世界当中，执着是苦执着于功利是苦，执着于道德也是苦那么这个《天龙八部》当中，执着的人最后陷入到一种什么自我毁灭的这样一种境地。那么，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同时我们可以借《天龙八部》这个作品大家可以探讨一下，为什么武侠小说里面最常见的主题就是什么？就是复仇。没什么写不写复仇写啥？不写复仇写啥？你可以写谈恋爱那是琼瑶的专利对，其实复仇很简单复仇强调的是一种什么？道德上不得不做的事情哪怕这种仇恨给你带来的是痛苦是空虚，就像这个萧远山《天龙八部》当中这个作者他复仇完成之后。他觉得怎么样？很空虚，路都走完了，干嘛去了？很空虚。那么，但是这是怎么样？路走到尽头之后的一种空虚。你不复仇，你的力量就没有办法得到这种极致，就没有办法走到尽。强者复仇是为了义务不得不做，弱者复仇是慑于仇恨，这仇恨在驱赶他们，就像狗被拴在车上一样，不得不去追。那么，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复仇成为了这个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个题材，也很简单，因为复仇带来的是一种什么形式上的一种平衡。
你之前做过什么事情，你现在要做什么事情去还原。那么，就像王虎所说的小说的价值观在于它的人物，而小说的美学在于它的图式。所以在这样一种复仇的生活当中，我们感觉到萧峰这些人的不一样萧峰和那些被仇恨最后折磨的不能自拔的人那些不同。那么我们大家看到《笑傲江湖》这样的作品像林平之被复仇折磨的怎么样由于原先的一个很纯真的人品很好的一个青年，最后变成了不人不鬼，甚至要去把自己的这个他心里知道自己的这个妻子岳灵珊是无辜的但他被复仇的这样一种这种火焰所控制连这种无辜的人也要消灭。最后大家看到林平之最后非常精准的在他复仇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双目失明了他在杀死他最大的仇人的时候，那个人的背上安了那种毒液，你一剑插下去，那毒液喷出来，把他的双眼都给喷瞎了。那么这是一个在形式上非常精准的一种对称。复仇令人什么？仇恨令人什么？盲目，什么都看不见那么《天龙八部》当中也有类似的例子比如说像什么？比如说像刘坦之，他为了爱情为了一个阿紫，怎么样？用我今天话来说，刘坦之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舔狗，什么？舔狗，舔狗为了获得那个女孩的芳心，那女孩双目失明了，他把自己的眼睛抠下来，送给那个女孩移植上去。但刘坦之的故事写的比林平之要好，为什么？因为他这种盲目是双重的，他既刻画的是一种仇恨的盲目，同爱情的盲目，他同时也刻画了命运的一种盲目。这个女性，这个阿紫并不会因为你把所有的东西都献给她对你亲然有加，她还是很讨厌你。最后我宁愿不要你的馈赠，我把双目最后再挖出来还给你，我也不想再看到你。那么大家想一想，这是一个多么这个可怕，多么又是同时可叹的一个故事这种盲目是双重的爱情的盲目、仇恨的盲目和最终命运的这种捉弄、命运的盲目最后统一在这种意象当中。那么我们大家看到我还是觉得刘坦之的故事写的比林平之的故事要好很多。为什么？因为林平之的故事也很感动，但是他毕竟说得通仇恨让人疯狂嘛。但是刘坦之的故事不能仅仅概括为什么舔狗这个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这些主题每次我想到这个刘坦之的故事，越想就越是觉得很迷惘，说不通。但另外一想呢，又觉得人世间的万般情仇、万般爱恨都尽在其中，这是一个好的故事。那么，所以我们大家看到金庸先生他的比例他的追求他在武侠小说当中寄托的对于时代、对于政治、对于道德、对于哲学的思考也在不断的深入我们大家看到一开始他讲的那种文人侠士要怎么样这个靠自己的理想学识、武功改变现实那么到后来这个到了这个射雕英雄的时候，
主风流人物啊，还看今朝啊，为国为民啊，侠之大者。那么到了这个《笑傲江湖》的时候，金庸先生变成了一种非常纯粹的对于政治的一种反思的立场啊。大家想到《笑傲江湖》，他写的是什么？一个人的自由问题。人在江湖，怎么样啊？你又怎么样去笑傲江湖呢？那么我们大家发现在这个《笑傲江湖》这部作品当中，像令狐冲这样潇洒的角色，但他身上仍然有一些摆脱不了的一些束缚，比如说对于他师傅的一种怎么样一种依恋他身上还是有一种迂腐的气质那么我们大家看到在这个故事当中那些他的师傅一开始也是很正常的人，当他卷入到这样一种政治权力的时候，一下子就开始变得怎么样越来越虚伪越来越怎么样邪恶。我们看到像这个任我行这样的角色，一开始我们大家看到挺令人心折的，慷慨豪迈雄图壮志让人心折。但是当他接触到权力的时候，怎么样一下子就变得很疯狂那么在这部作品当中我们大家看到金庸先生想要刻画的是一个人，无论你是好坏无论你道德上情操上有多高尚，但是你要兼顾政治，一个人必然被这种政治权力所腐蚀。这跟我们现在的价值观不太一样，对不对我们现在同学们人生选择的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要考编考公那么在体制当中有自己稳固的一个位置但金庸先生那个时候他开始意识到，人一开始有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卷入到这样一种政治权力的争端当中。大家看看1967年整个政治的这样一种风潮席卷全球的年代，席卷全国的年代任何的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笑傲江湖。你要想笑傲江湖，只能怎么样那只能抽身而退，退出这样一个圈子所以我们大家看到令狐冲的这样一个形象大家看起来会觉得，我看这个《笑傲江湖》这个作品的时候，会觉得很不忍心的，哪有这么惨的主角怎么样你武功不行就算了一开始还被人打，受重伤打不过，连小喽啰也打不过还要靠别人帮你。接下来怎么样接下来到了这个人穷志短这个自己被一个师傅师娘罚到这个思过崖上没想到自己青梅竹马的师妹还怎么样跟着一个师弟跑掉了。这一段我们看到这个写得非常好就是令狐冲眼睁睁地看到自己青梅竹马的那个小师妹岳灵珊，你看着她的眼前，她有没有什么对你不礼貌、不友好的地方？就眼睁睁地开始意识到这个人怎么样不喜欢你，这个人变心了。这是金庸先生爱情刻画当中最精彩的篇章。同时呢，我觉得同学们也许会爱看《笑傲江湖》，因为它里面刻画的这种江湖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大学生活在华山上，这个令狐冲跟杜大友这些人的这样一种交流，很像大家大学同窗之间的关系。那么到后来，令狐冲这个跟着这个师傅他们一起出去出游每天跟一些无赖们这个斗鸡走狗、赌钱喝酒。大家想想，这种人真是人穷志短这时候金庸先生开始意识到，一个真正值得他刻画的主角，不在乎你的什么，不在乎你的长相是否像杨